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今天我们凑在一起，跟大家讲一讲最近比较热的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在火星上发现了有可能有生命存在过的迹象。对，老范这个说法还是很严谨的。是因为我们之所以想录这个节目，也是国内各种自媒体突然开始狂欢了，火星上有生命了，火星上怎么样了，一下就偏离客观事实稍微有一点点远，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录一期节目，来讲一讲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先看一下这个图，在9月10号的时候，NASA 在 X 上等于发了屏幕上显示的这条推文：毅力号火星探测器或者叫火星车，在2024年的时候发现，在火星耶泽罗陨石坑，这也是毅力号降落的那个陨石坑某一处冲击三角洲的入口处，采集到了一个可能包含火星上曾经存在过生命的证据的样本。经过了大概1年的分析论证，因为样本在火星嘛，但是毅力号上有一些科学分析仪器，通过这些科学分析仪器对这些样本也进行了一些初步分析，把这些分析结果传回地球，由 NASA 的专家还有美国的相关的一些科学家，包括这些生物学家什么的，一起来研究，设想了各种各样的非生物可能，最终觉得非生物可能都没法同时满足所有他们已经发现的条件，只有用生物可能来解释最合理，这就是目前的状况。所以 NASA 做出了这个宣布。了解，现在他们是准备把这个东西送回来。现在应该这么说，因为前段时间包括国内有很多传言说，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就会实现火星采样返回，但是美国的火星采样返回可能要遥遥无期了，而且美国国会可能不给火星采样返回批复相应的经费。但是有了这条消息之后，我觉得 NASA 再向美国的国会提出经费申请的时候，条件可能就要容易多了，就比较容易得到国会的批准了，这就是我的感觉。希望这个不是他们为了要经费编的故事。对，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但是可能性比较小，因为 NASA 和向国会要经费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如果你这次骗了国会，把经费要来了，那以后是吧？所以我觉得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小。先来看一下，这就是耶泽罗陨石坑，毅力号火星探测器最后就是降落在耶泽罗陨石坑里的。之所以要降落在这里，是因为以前通过这种火星上有很多轨道器，不停地环绕着火星飞行，拍摄火星表面的照片。那发现耶泽罗陨石坑里面有河流，而且形成过湖泊，河流还冲击形成了三角洲。所以根据地球上产生生命的经验，觉得在这种环境下有生命的可能性最大，所以让毅力号就降落在了耶泽罗陨石坑。在这儿我要多说一句，我们知道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美国发射了2个火星探测器，就是海盗1号和海盗2号，在火星上曾经降落过。当时海盗1号、海盗2号上也带了生命探测的装备，但是当时探测的主要是当时有没有生命。海盗号最后探测的结果是当时肯定是没有生命的。通过这件事儿之后 ，NASA 就认识到火星现在可能不存在生命，但是这不能排除火星以前不存在生命。所以以后的火星探测器，包括90年代末发射的旅居者号、凤凰号和火星探测器，还有像是勇气号和机遇号、好奇号这些火星探测器，都把对火星生命的探测从是否现在有生命转为了是否过去曾经存在过生命。这个我要强调一下。所以毅力号它也是探测火星以前是否存在过生命。毅力号是这样，它是2020年7月底发射的，在2021年2月份在火星表面耶泽罗陨石坑着陆了。因为它是一辆火星车嘛，它就可以在火星表面进行巡游，而且发现有可能有生命的这些岩石样本的时候，它就会采集下来。它已经采集了很多，像现在大家从屏幕上能够看到的，就是它采集的一个情况。
这次发现的叫做光明天使地区，它采集的这样本的时候，也是因为它发现了在这一片地区有一块岩石，这块岩石是箭头形的，是暗红色的，上面有很多豹纹般圈，深色的圆圈，还有一些 NASA 称之为罂粟籽的点状的黑斑。而这种豹纹斑和黑斑，如果要是在地球上，极大概率就是生物产生的。所以毅力号在看到了这个之后，就在这儿采集了样本，也就是后来 NASA 宣布我们采集到了可能够证明火星以前存在过生命的痕迹的这一块样本，就是在这儿采集的。而那个黑色的豹纹斑或者是罂粟籽这样的斑点斑，它里面基本上是铁的硫化物或者是铁的磷化物，这类的物质经过科学家的分析，认为自然形成的可能性很小，应该是生物形成的。这就是样本这一块。我们再来看一下毅力号到底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分析仪器，能不仅把样本采集出来，然后来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毅力号的这些设备上最主要的2个和生命相关的设备，我已经给它标出来了。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是左侧的 Sherlock 光谱仪。Sherlock 光谱仪它是一个紫外线光谱仪，它能够扫描样本中是否有有机化合物。那这次采集的样本，我们就已经从这里面发现了有机化合物。第2个是叫做 PIXL， 这另一个红色的方块里面，我给它标出来了，在右边。它的名字叫做 X 射线光谱仪。这台光谱仪它可以分析这些样本里所含的物质成分。那我们这次能够发现铁的硫化物，主要是通过这2个设备来分析出来的。另外，毅力号上还有大量的相机，像超级相机，还有 Mastercam Z 这样的广角相机，可以把周围的环境也同时拍下来。我们在分析样本是自然形成还是生物形成的时候，周围环境对分析结果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些数据都会采集下来，然后传给地面，由地面的科学家来分析。这就是样本采集的一个大致情况。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经过了长达3年多，因为到火星是2021年2月份到2024年7月份，采集到了一个真正拥有比较完整的证据，证明是火星生物遗存的这样的一个样本。这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那么下面的一步恐怕就是我们是不是能把这个样本拿回来了。那这个火星车它大概有多大个啊？它大概是3米长，2.几米宽，2.几米高这样的一个火星车，比正常的汽车稍微小那么一点点。那咱们看看它的采样管。行，这个采样管，首先我们看一下采样管就是这样的。OK， 是一个钛合金的采样管。这有一张图片显示火星上放的一个采样管。如果要是采集了样本之后，我们可以看另一张照片。大家看现在这张照片，那中心这部分就是样本了，已经装进采样管。把盐芯塞在里头。对，把盐芯塞在里头，到时候要带回的时候，要把这个采样管带回来。是，因为我现在看到说有2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把这个东西弄回来，另外一个方案接着往上发各种各样的更高端的测试设备，让他们在那上头测。的确是有2个方案，但是我觉得你说的第2个方案实际上并不能平息整个科学界的质疑，就是你的说服力还是不足的。你想拥有足够的说服力，你还是要想办法把它带回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毅力号火星车，我们不要简单的把它理解成单一的一辆火星车，它是一个庞大的火星任务，叫做火星任务2020里面的一个环节。按照美国 NASA 的规划，本身就是在2020年发射毅力号火星车在火星上巡游，采集有价值的样本。大约到2028年或者是2030年那2次火星大冲中，美国再发射相应的降落在火星表面的取样器，以及环绕火星轨道飞行再返回地球的返回器，通过这3个设备一起来完成火星的取样返回任务。关于这一点，我有一个小视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视频就是这样。首先，毅力号到了火星表面，完成了采样。OK， 我们看到取样器已经在火星表面着陆了。这个时候，毅力号会使进取样器，然后把它身上的这些样本管装入取样器。取样器上有一枚火箭，然后这个火箭会发射升空，和在轨道上运行的返回器对接，取样器就会把样本管传入返回器，最后返回器再飞向地球。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取样返回过程。把这个毅力号打上去的时候，它没有一个轨道舱停留在这个火星轨道上吗？即使有轨道舱，也不是用于返回的，它是用于中继通信的。我不确信毅力号发射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轨道舱。以前一般发射凤凰号火星探测器是有轨道舱的，毅力号有没有我不太确认。但是最关键的是，你发射毅力号去了以后，即使你有一个轨道舱，那个轨道舱也没有能力返回。即使它有能力返回地球，你也没有能力把火星上采集的样本送到火星轨道上。所以它有没有轨道器已经不重要了。目前在火星轨道上至少有5个轨道器在绕着火星飞行，但是这些轨道器的作用是起到地球和火星之间的中继通信的作用，顺手再拍拍照片啥的。对对，是。现在他如果想让它回来，等于要重新发射一个带有返回舱的这样的一个轨道器，在这个轨道器上还有一个可以降落到火星表面上的一个返回设施。等毅力号再把这个一个管塞进去，再把等于一步一步再回来。你要说重新发射这个话，我觉得听着有一点感觉不对。说什么发射要发射1次，甚至是2次。我的理解是说，我们做一个最基本的取样返回。我发射一个像毅力号这样的采样器到火星上去转悠几年，几年之后，等到一次火星大冲，我同时发射2枚火箭。第2次发射的这2枚火箭中，第1枚带一个降落在火星表面的着陆器，也就叫取样器，降落到火星表面，毅力号采的样品就送到这个取样器上，这个取样器上带着1枚火箭，可以发射升空到火星轨道。这是第1个航天器。第2个航天器是一个环绕火星轨道飞行的返回器。当取样器取完样之后，进入了环绕火星的轨道之后，和返回器对接，把样品送入返回器，然后取样器和返回器分离，返回器回到地球。这么做的好处其实是什么？是对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要求就会降低。就是说我可以用小一点的火箭，比如长征5号火箭，或者是猎鹰火箭，可能就能够实现。那中国现在号称我们也在2030年之前要冲上去拎一堆石头回来，那我们就是用现有的这些长征火箭就可以搞定这件事吗？根据中国现在火箭的情况，那么如果当时长征10号成功了，长征10号是预计用来进行载人登月的，如果长征10号试验成功了，那由长征10号来执行这个任务可能更好。如果没有，那用长征5号发射可能要3次，1次采样器，1次取样器，就是带火箭的，1次绕火星飞行的返回器，可能要3次。但是如果要是长征10号好了，我可能也是2次发射，1次把类似毅力号这样的采样器发射到火星表面，我等到下一次火星大冲或者下2次，实际上等的时间越长越好，因为它可以在火星表面转悠的更多，取的样品可能就会更好。但是这要取决于你的这辆火星车上面核电池技术是不是够强，寿命是不是够强。如果你的寿命不够长，那么你还没等到取样器和轨道器来到火星，你就已经寿命耗尽了，那也不行。所以这个要做一个统筹的考虑。像它现在上去的这个火星车用的是核电池吗？对，波尔38核电池。它为什么不用太阳能电池自己在这充电？这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火星上的太阳能的效率要比地球低，大概只有地球效率的40%到50%，这是太阳能电池板的效率要低。对。第2点是什么？第2点是火星上经常有沙尘暴，这些沙尘暴会覆盖太阳能电池板，你要用太阳能电池板怎么清洁也是个问题。
当然，美国在勇气号和机遇号上曾经做过测试，就是它具有一定的清除太阳能电池板上灰尘的能力，但是这也没有让勇气号和机遇号在火星上的寿命能够维持，比方说5年、10年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如果你要想长时间的在火星表面工作，去采集样本，最可靠的方式还是核电池，而不是太阳能电池。了解，这个还是一个新的知识。对，现在我们发现，或者说即将证明火星上曾经存在过生命，那么它有哪些意义？火星上如果要存在过生命，那大家首先就想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银河系有1000亿个恒星系，而宇宙中至少有1000亿个银河系。仅仅在太阳这么一个很普通的恒星系系统里面，至少就有2个星球存在或者存在过生命。那生命这种迹象很可能在宇宙中是非常非常普遍的。我们可能在很多星球上都会发现生命，但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生命，而不是文明。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事情。是，原来我们一直觉得地球是非常特殊的，在这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产生了生命。如果是火星上也曾经存在过，或者说我们能够证明它存在过生命，产生生命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困难，并没有原来我们想的这个地球有这么独特。对。如果要是生命没有这么独特，那么文明出现的概率就会高很多了，所以外星人的存在可能性就更大了。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了。这么多行星，这么多星系，这么多银河系，怎么到现在我们也没发现别人，只是我们自己？这个应该是叫费米悖论。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这件事儿的确会对费米悖论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自从费米悖论提出之后，就有很多种解释来解释费米悖论。我知道的大概就有8、9种。现在来看，其他的解释可能相应就比较差了。现在我觉得，如果火星上真的存在生命，对于费米悖论的一种解释，就是大过滤器这个解释，恐怕就非常友好了。也就是说，生命的每一次进化过程，比方说从最原始的病毒这类的生命，然后变成细胞，这可能就要经过一个坎儿，要有一批筛选。有些星球上可能能够产生类似病毒的生命，但是根本就没法进化到能够产生细胞，包括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多细胞再到像我们看到的植物、动物，再到人类产生文明，这可能每一步都是一个坎儿，都是一个过滤器。所以经过这么多重重的筛选，走到人类现在这一步，那个概率还是很低的。但是这也告诉我们，人类前面可能还有更多的过滤器。就比如以我们现在的技术，如果只使用化学火箭，大概想把人类送到的最远的地方，可能就只能到小行星带，再远在飞船上停留的时间就太长，对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太现实。如果要是我们开发了核热火箭，甚至是核电火箭，最远大概也只能够在太阳系这个范围内行走，想到其他的恒星系还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理论物理或者说其他科学技术上有突破，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离开太阳系的。我觉得我们离开是一方面，另外观测，我们到目前为止，虽然说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好像是有规律的信号，但是到目前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证明哪些信号确实是由其他文明发射出来的。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不光是我们到达不了太阳系以外，我们压根就没有观测到太阳系以外有任何的可以确认是文明所产生的这种痕迹或者信号。像这样的这些信号，可能有些信号发过来，我们也没法解析，甚至没法接收。它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它的信号的强度已经非常微弱了，所以我们可能现在还是没法感知它，或者是没法解析它。我昨天还专门去查了一下费米悖论的几种解释，我们可以看看。它第一个解释是特殊的地球，只有我们最特殊，其他人都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只有我们这儿产生文明了。
这个一般来讲是不太被科学界接受的。是，这个就属于是神爱我们，他创造了我们，我们跟别人都不一样。第二种叫动物园假说，就是我们本身就是外星文明设置的动物园，他们刻意保持沉默与距离，就是为了观察，不要打扰我们。这个解释我觉得离科学稍微有点远。对。第三个是刘慈欣《三体》里边的叫黑暗森林假说，因为大家都是猜疑链，谁也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好人，所以都要悄悄的不要发出声音，一旦发出声音被人发现，就可能是没有迎来问候，直接一枪爆头。关于黑暗森林解释，咱们可以另做节目再谈，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如果黑暗森林法则能够适用于宇宙的话，它应该也能够适用于地球，但是地球就不是黑暗森林的产物。地球的文明能够发展到现在，正是大家合作的产物。因为有人没有遵守黑暗森林，所以地球的文明才能发展到现在这种样子。不然我们可能都还存在于中世纪，甚至更古老，还是苏美尔文明那个时期。还有就是叫做技术限制假说和文明自毁假说，实际上这两个认为可以加在一起，就是大过滤器假说了。对，这就接近于大过滤器了。所以我才说，这次如果火星样本真的被证明是火星存在过生命的话，那对大过滤器假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对。还有一种叫沉睡文明假说，我们其他的文明可能都在一个沉睡状态，他们只在一些特殊的时间点或者特殊的事件来临的时候才会被激活。其实也有点像，就是模拟宇宙的一个假说，因为像马斯克他们就讲说，如果这个世界是由一个真实世界和无数个虚假的模拟世界组成的话，那我们在真实世界里的几率实在是太低了，因为这个事情它就没有办法去证伪，它只是说从理论的角度上说，这个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这个也是一种假说。对，这个假说我就没法做过多的评价了，因为我觉得也离科学比较远。是，但是我觉得这并不影响我们去探索宇宙，即使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拟的宇宙里头，我们能够对宇宙的一些基础规则和设定有更深刻的理解，也更有利于我们生活在这里。人类之所以伟大，或者之所以我们有文明，是因为我们可以不断的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去认识，甭管它是一个真实的还是一个模拟的宇宙。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说，我觉得即使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去探索这个宇宙也是完全有意义的。还有一种假说是我们看错地方了。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主要依赖的是无线电，我们观察宇宙主要是无线电，而外星文明可能用的是其他的一些通讯手段，在尝试跟我们沟通交流，就相当于是一个瞎子在努力的跟一个聋子在讲话，我们又没看到。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小。首先，我们现在大概主要观测的，除了这个电磁波，实际上不叫无线电，应该叫电磁波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包括像引力波，现在也可以进行观测了。但是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要是外星文明也是从最开始的单细胞生物慢慢发展起来，它应该也经历过使用电磁波这一个过程。所以他如果要想寻找其他星球的文明的时候，他应该能够意识到有些文明可能比它先进，有些文明比它落后，而那些比它落后的文明，如果要想知道它的存在，可能就要用落后的技术手段，比如电磁波。所以我觉得这个假说它的论据还不是很充分。这个不好说，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人说，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点错了科技树，也许在很早之前，我们就应该向另外一个方向看一眼。还有我们在讲说，低维生物很难想象高维生物到底是怎么去观察世界的，或者说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应该算是一个三维生物，我们没法想象说在三维之外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引力波，或者是一些量子纠缠、暗物质信号等等这些东西，也是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头，我们才逐渐的开始有这样的观测能力。是这意思啊，但是老范，你想一下，我们是一个三维生物，可能我们没法去感知四维生物的生存状态。
但是我们比较容易去感知二维生物的生存状态。所以作为一个三维生物，如果我想让二维生物知道我的存在，那是非常容易的。还是那句话，如果要是它生活在高维空间，如果它的科技够先进，它想让你知道，它是能够做到的。对，所以它可能并不是特别想让你知道。当然，从这点又跟你的动物园理论又有点接近了。是。我现在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你，我觉得它的论据并不是特别充分。OK， 没问题。所以这就是费米悖论的几个主要的解释和猜想。对，这是一个事儿。另一个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思考？地球的生命是在大约35亿年前产生的，火星这次发现生命存在的痕迹，也是大约在35亿年前。也就是说，很可能是在太阳系内的火星和地球，同样是在大约35亿年前开始孕育出生命来了。这就让地球上的生命，或者说火星上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太阳系内的生命是怎么来的，成为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是的，现在一种认为是说我们在各自的环境下达到某些物理和化学的条件之后，生命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还有一种说是不是外部带来，或者说地球和火星之间有一些相互的影响。对，简单的说大概是3种。第一种就是各自独立发展，这是一种。第二种说法是什么呢？第二种说法是，比方说外来说，地球上的也是外来的，火星上也是外来的。曾经有科学家怀疑地球上的生命是由彗星撞击地球而带来的。按他们的说法，彗星上可能就存在着生命，火星上的生命也是这么产生的，这也是一种说法，就纯外来说。还有一种就是相互影响说，比如某个小天体撞击地球之后抛出了一些碎片，这些碎片正好又掉到了火星上，碎片上又带着一些生命，所以带到了火星上，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火星由于某种原因抛出一些碎片，然后这些碎片掉到地球上，然后在地球上孕育了生命，这也是一种可能。像这次 NASA 在它关于样本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展示了一个来自火星的陨石，这个陨石就是在南极找到的。当时当然没有发现生命痕迹了，但是也是能证明火星、地球之间实际上是有可能有这种物质交流的。是的，我觉得我们就不用发散的太遥远了，但是现在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NASA 在火星上发现了火星上曾经有生命存在过的一个证据，或者说这个证据还要等着它送回地球了以后，大家再去研究和验证。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现在他们所发现的应该也是一些极其简单生命存在过的一些证据。现在应该说 NASA 发现的是火星上可能存在过生命的证据。对，有没有可能会搞一次这种类似于军备竞赛式的事情？因为中国也要赶快去放一颗上去。现在的问题应该是这样，还是我刚才一直在强调的，毅力号是2020年发射，2021年到的火星，然后到2024年才第一次直接目视，因为它是看着那块岩石上面有豹纹这样的黑圈，有罂粟籽这样的小黑点。根据地球上的经验，觉得如果有这些斑点在地球上，肯定是生物造成的。所以觉得火星上这一块是不是有可能是生物造成的，然后进行了采集，进行了现场分析，得出它很可能是以前火星存在过生命的证据，这样一个结论。那我就在想，如果中国发射火星取样返回，按照中国开始的计划，中国开始是想尽早完成取样返回，目标就是定在取样返回上。按照这个目标，我可能在第一个窗口期把火星采样器发过去，在第二个窗口期就把火星取样器和返回器发到火星上，再经过几个月，可能样品就返回了。这样你留给火星采样器在火星上停留的时间，也就是1年7个月，你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内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样本，这是要值得怀疑的。所以我们最终是要把目标定在哪。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定到我们去那儿拿块石头然后飞回来，这可能相对来讲简单。但是如果要是你定的是
我要去火星采集到有价值的东西之后才飞回来，那可能就很难。但是火星上也没有国界，也没有主权，反正我们也知道他在哪儿找到的，那咱就近找呗。那并不是遍布，就像这次采样的在阳光天使这个区域，也就是那一块岩石有，并不是说它遍地都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都搬回来，它在上头打了个眼儿。它是在那上面打了个眼儿，你能精确的降落到它的那个地点吗？要知道我们在月球上降落，嫦娥5号可能偏差的大概是1公里以内，嫦娥6号因为降落在月球背面，我们的偏差是可能要超过10公里呢。你哪有那么容易那么精确的去降落呀？是，对，而且你并不知道它那儿的准确位置。火星可不像地球，你没有那完整的这个地理坐标体系，NASA 也不会告诉你精确的地理坐标。所以你想去他那儿找，你连地方的估计都找不着。对。还是要看咱们是不是愿意花足够的功夫，各种设备的可靠性，以及可能还需要一点点运气。我觉得即使是 NASA 找到这东西，其实运气在里边也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老范是这样，运气这件事儿，NASA 是有积累的。光降落到火星表面的这些探测器，从1970年代中后期的海盗1号、海盗2号开始，到90年代的旅居者号，到后来的凤凰号。然后再到勇气号、机遇号，再加上好奇号、毅力号，我最少随口我就能数出这么多。经过了这么多探测器，在火星上才发现了这一次，就相当于买彩票，他买的很多呗。对，人家买彩票已经买了很多了。你想一次买1张彩票就中，你觉得概率有多大？这个中国人还是很厉害的，这个怎么办呢？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靠头脑风暴看看到底怎么能把这个地方找着，在石头上，这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着他那块石头，在旁边再打个眼呗。你第一，你找不到那个地方；第二点，你在旁边再打个眼，你想超越美国，那这个有意义吗？我觉得真正有意义的是，你如果能够在另一个区域也找到一块和它完全不同的生物类型，就大了。是，这个意义咱们现在讲的不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故事吗？你现在超不了，你超什么车呀？你现在我没看到能弯道超车呀。好吧，那你说如果是两边合作，会不会更快一些？这就不好说了。我觉得现在这种氛围也不太可能合作了，环境有点难。对，而且我并不觉得中国的加入能对这项进程有什么别的帮助。如果 NASA 的一切顺利，所有的进程顺利，我们大概到哪年能够把这个东西弄回来？这个不太好说。最近的窗口是2026年年底，但是现在取样器和返回器的研制可能还没有完全完成，更别说把它实施发射了。所以取样器和返回器的发射计划肯定不会是在2026年，下一个就是2028年年底、2029年。那一次能不能够赶上，看有没有经费。我觉得最快的就是2029年年初发射，2029年年底到达火星，在火星上还要再等一段时间，2031年、2032年再飞回来，而且飞回来也要经历几个月的时间。是，那你像我们现在看到马斯克发星舰，每一次放烟花，每一次调整再放烟花，像它整个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发取样器、返回器过去的过程，咱们有地方可以进行这样的工程上的实验吗？可以把这些放烟花的过程在地球上或者在一个我们可控的范围内去测试掉，然后把这个工程上的问题排除掉，再往上放。在月球相对来讲，月球比较近，拿月球做实验。月球现在咱们自己中国也是从月球采了一大堆的什么月壤这些东西弄回来了吗？对，大概有100多公斤，5号、6号2个取样返回，大概有100多公斤，我听说的是。从这种情况来看，如果你想做练习，以马斯克的这种手段，那就是到月球上去练，去火星。对，相当于把月球做成我们的练车场。是多练几回，这样，因为你总比到了火星上发现哪个圈破了或者什么地方有问题，总比这强。对，但那需要更多的经费。是，其实我们航天人搞航天的以前都是苦于经费的问题，就没有太多实验的
次数，只能争取一次成功。是。好，这个话题我觉得差不多到这里啊，我们把基本事实跟大家介绍了，把费米悖论的各种的猜测跟大家分享了，也跟大家探讨了说大概什么时候能把这东西弄回来的一个过程。对，所以我在这儿我想补充一个点，大家看一下火星任务2020，就美国的火星任务2020，它的取样返回是经过了一个怎样的规划？现在在火星上能够取到高质量的样本，所以我们要每次在说中国可能会弯道超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首先搞明白一点，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目标是不是就定在从火星上拿块石头回来，还是拿回有价值的样本？一定要考虑清楚这点。是。好，那么这个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